上个星期有一位朋友留言说，不坏就不是马来西亚了，马来西亚的坏是一种享受，在这里吃胖了又得要怪马来西亚了，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。在这里住了2个星期，吃足了2个星期，吃得我的声音都扫瞎了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怪马来西亚的美食太多呢？就像李宗盛所说的，我们街坊人在美食面前还是难抵诱惑。这2个星期我们都摊上了什么事情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或许是因为这个星期开始工作了，所以遇到的琐碎事特别多。这些事情对于当地人来说可能就不是件事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体验，这里面好坏参半。我们先来说说好事吧。我们发现吉隆坡变得越来越便利了。我的先生就是那种如果可以一定要把家庭和工作分开，即便他需要在 KL 工作，他也会希望在 KL 有自己的 working space， 而不是把家里换成工作的地方。这里的 co-working space concept 就提供了像我们这些需要远距离工作的朋友一个方便。我们是找到现在办公的地方之后才发现有它的。如果你正在找着一个临时办公的地方，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concept。我们都觉得它挺不错的，环境也很好，就是有那种工作的 atmosphere。我们现在办公的地方就在 Bukit Bintang， 所以我们很常去 Pavilion Bukit Bintang。就在前几天，我做了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情，就是我把我的包包落在 Pavilion Bukit Bintang 的女厕里。我是走到优衣库之后才发现我忘了我的包包。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的紧张，有立马跑回去哦。但我一边跑，心里就在想，完了，这次完了，我必须要到警局去报失了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当我抵达女厕的那一刻时，我听到有一位女士在跟清洁工说，厕所里面有一个包包，请您把它拿出来，它的主人或许等一下就会来找它了。我当时听到的那一刻是非常非常激动的，因为我的包包还在。我马上跟那个女士说谢谢，那女士非常有礼貌，而且非常友善的跟我说，我看到包包掉在门后面，但我并没有打开，我不知道包包里面有什么。我当时都觉得说，马来西亚有太多好人了吧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他们都告诉我，别傻了，你只是非常幸运遇到好人罢了。在吉隆坡，你还是要把自己的物品顾好，这一点我认同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对自己的物品负责。但我还是觉得大马人是有人情味的。其实不止这一些哦，这星期我们也有到拉维亚去买一些电脑产品。在去之前，我哥还有朋友都给了一些负面的资讯，像是里面的销售员比较凶，所以要当心一点。我们当时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但是抵达拉维亚的那一刻，我们就 lost 了，因为里面的选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再加上我们根本就不熟悉，所以我们抵达那里时就觉得说，我们应该要上哪一层呢？我们应该要去哪一间呢？哪一间比较适合我们呢？我们根本就没有概念，到底要从哪里开始。这时就有一个 private security guard 走过来，然后问我们想要找些什么，要到哪一层去，然后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需求是什么。没有夸大其词哦，他真的二话不说，就向他的同事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，然后就写下所有的店，就是哪一家比较便宜，哪一家商店卖的是 high-end products， 还有哪一家商店的卖的价格比较高。我们就是根据他给的 information 去找了我们要的商品。我们当时就觉得说，哇，马来西亚的人也太好了吧，这种服务我们在欧洲没有遇到过耶。我们到了店里面，那个销售员也非常的好，我们就聊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那销售员还给了我们一些 discount。 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出门遇贵人，还是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。之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哥还有我的朋友，当然他们就说，你只是非常幸运遇到好人罢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 OK？ 不说还好，一说好像真的是这样，因为这之后所遇到的事情
都是一些造型师。就在同一天，我们去了 Bukit Bintang Branch 的 Digi， 我们遇到的就是一个服务超烂的年轻销售员。我们告诉他我们需要开通 mobile data，Digi 有哪一个 package 比较适合我们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就直接把我们引到那个 Digi purchase screen， 然后右手指着。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懂，我就跟他说，请问这一些 packages 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们，而且这些 packages 的差别在哪里？然后他就一脸不耐烦的就发出这种声音，我当时就以为我听错还是什么的，就很有耐心的问他说，这些 packages 有什么差别，我们适合哪一种？他就回我们说 Oh my god。 我就跟他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没有关系，我只是问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，就是这些 packages 有什么差别，我们适合哪一种？如果你不了解，你是否可以请你其他同事来帮忙给我们解释一下？然后他就跟我说 enough。 我当时就失去了耐心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这样的服务态度真的不行，而且非常的没有礼貌。我是真心要买 mobile data， 所以才来到你这个 branch。 如果你不想给予服务，你可以告诉我们。然后我就问他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就直接把他的 link tag 放在后面。我说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但这显示出你更加没有礼貌。我也可以把你的照片拍下，然后写一封 email 给你的 management， 告诉他我们在 Bukit Bintang 的体验。之后他也为他的客服态度道歉。那我觉得损害已经造成了，再道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就像老话说得好，一个团队你只需要一个猪队友就能把你整个团队搞垮。我也相信在整间店里面，或许只有他一个客服的态度特别差，其他的都没有问题，或许给予的非常好的服务，但我在那里的体验就是非常的不好，我就是不会把它推荐给任何人，这是我的体验。但选择是你们的自由，你们也可以选择去那边体验一下。最后要向大家推荐的是，最近在 Bukit Bintang 开了一家50级的素食店，里面的素菜选择不是特别多，但 CP 值算是蛮高的。如果你没有经过那一区，可以去尝试看看是否适合自己的口味。请问你开了多久啊？我们开了差不多1个礼拜多。可是你真的是卖得很便宜耶，你就是5欧，我是50级，然后3样菜1个饭，对不对？对，跟一个面2个菜5块。可是你这5块是藏起来是暂时性，长期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起价，对不对？应该。这样应该很多人会喜欢咯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非常抱歉，我的声带很烧瞎，都怪马来西亚的美食太多了，马来西亚太坏了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